福特级航母首次部署就出事儿，美军哀叹133亿美元正在挣扎，到底发生了什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福天少。美国花费了133亿美元所打造的福特号航母，被认为是美军保持海上霸权的希望所在。但是因为试验进度严重滞后，电磁弹射器和拦阻装置的故障率高，引发了广泛的争议。直到美军在推迟4年后宣布该舰进行首次实战部署，似乎能够让美国未来海上霸主满血复活。然而，当福特号航母完成了为期45天的实战部署，缓缓地返回港口之后，美国人才发现这次行动根本不是什么胜利的回报，而是美国海军为花费133亿美元进行的挣扎。那么，配备了电磁弹射器的福特号航母到底在部署期间表现如何呢？恐怕要让人大失所望了。该舰甚至远远比不上美国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据统计，福特号在海上进行的1个半月的部署期间内，总共完成了1250多架次的飞机弹射起飞，也就是每天起飞不到28架次。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法国的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个头比福特号小得多，但是它能够持续7天保持每天100架次的出动率，是福特号航母的3倍以上。前些日子在辽宁舰前出太平洋进行训练时，日方宣称中国的舰载机每天起降超过20架次，与福特号的差距并不大。俄罗斯的库兹涅佐夫号航母在2016年2个月的训练期间，总共起降了420架次，平均每天只有7架次。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美军在正常作战行动时航母舰载机的出动频率。1991年，在沙漠风暴行动的43天里，中途岛号航母共出动了3019架次，罗斯福号航母出动4149架次，每天平均的出动量都在90架次以上，它们同样是福特号航母的3倍以上。我们再看一下美军航母的极限出动率。卡尔文森号航母搭载第9航空联队进行了为期4天的高峰出动攻击演训，平均下来每天的高峰出动架次率达到了239架次。而美军对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的高峰出动架次率的要求是每天230架次。舰载机的出动率原本就是航母作战能力的最主要的指标之一，但是福特号的表现完全不能让人满意。该舰的噩耗还有很多。据报道，福特号这次部署在海上进行了13次补给，每3.5天一次。而在美军的沙漠风暴军事行动期间，由于美国航母消耗了大量的燃料和弹药，也才需要每2.7天至3.3天执行一次海上补给任务。这意味着福特号航母非战争状态下对后勤补给船的依赖与老航母相当，从而戳穿了美军使用电磁弹射器就能提升航母自持能力的结论。福特航母还有一个诡异的情况，该舰从来不会长时间出海。根据美国海军的说法，在服役超过66个月后，福特号航母仅在2020年底的一次出海行动中连续航行了30多天，而这一次的最新部署也不例外，仅在诺福克和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之间连续航行了24天。一艘只有5.5岁的航母为何不敢在海上独立航行1个月呢？看来问题还真不小。相比之下，美国古老的航空母舰即将退役的尼米兹号航母在2021年完成了321天的史诗般的海上部署。注意，该舰在海上航行时
没有在港口停靠。最让美国人感到崩溃的是，福特号航母这次53天的所谓部署行动，有8天停在港口内，只有45天是在海上，更像是为了给美国民众和新闻媒体一个炒作素材的机会。最近20多年来，美国海军在装备发展方面噩耗不断。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和平海战斗舰的研发和部署实际上都失败了。福特号航母似乎也在努力证明自己还活着，或者说呢还有点用。花费133亿美元之后，想要给美国民众一个交代，但是就目前而言，这钱似乎花得非常冤。未来航母电磁弹射器的成功应用，还得看中国的福建舰航母。中国完全有机会在航母的电磁弹射领域给美国人上一课，因为在该领域他们可能真的落后了。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